干啥都先上咸鱼。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，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。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。这一期这个新人演员，我觉得比上一次那个气势会更强了。是，但感觉今天这个演员怎么危机感更强？怎么反正？来下一张啊！这太像了，这一张加油，知道？不要，这样打在这儿。为啥一直写呀？是要把记下来？我把梗概每一个梗的第一个讲，第二个梗概捋几遍，我不熟啊。因为我有一段就是真是今天早上现写的，包括这有没有劲儿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来没讲过这个能不能有观众笑，其实都挺没底的。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现加了什么东西，现场观众比如反应不大，你也千万别慌。对，我尽力把它讲的不那么磕磕绊绊，我尽力。对。那么下面一位，他非常擅长用眼神杀人，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东北大姐来了。哎 ，hello， 哎，今天讲一点我自己家里人的事儿。我已经成家了，我现在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我太太比我大了6、7岁。在东北，如果你找一个比你大好几岁的，身边好多哥们儿有异样的眼光，觉得大小伙子你往那一站1.8米几，你找个比你大好几岁的，好像图人点什么。其实并没有，我媳妇儿普通人，普通工作，普通收入，什么都挺普通的，但是他爸爸不错。他爸原来号称当地首富，在东北过去一小城市开什么 KTV 啊，原来那种产业特别多。没见面之前给我打过电话，给我挺大压力，问我说：“小伙，你们家父母那边做什么工作的？是政界的还是商界的？”当时给我问懵了，我说：“叔叔，我爸我妈在沈阳给人卖房子，我们家做中介的。”我妈其实就是那种标准节俭的东北妈妈，节俭到什么程度？我妈要是下午在厨房做饭，她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，她都不敢。舞台上不老说杀字了，咱们今天录节目，把声母去掉，把找个词儿代替一下。杀鸡、阿鱼的时候不开灯，为了省点电费，暗杀。暗熬。你们严谨啊，严谨。但我媳妇介绍我岳父的时候，说他爸爸原来在这片啊，其实是东北挺有名气的。我说怎么个有名气？他问我你听没听过一句话？过了山海关，就是赵本山。我说你爸是赵本山啊？他说我爸外号山海关。他说他爸踩过缝纫机。我说你爸是裁缝啊？他没说话。我说你爸不能是蹲过巴黎子吧？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他说那你会爱我吗？我说实话，在爱情的试卷中，我从来没见过这道题。这出的也太偏了。我上一个见问题问的这么偏的那个人叫王艺龙。他说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？你们听过那首歌吗？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？我说实话，我第一遍听这歌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是大老师唱的呢。因为我感觉特别顺。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？滴滴答滴滴答。来，太顺了。认了，这俩歌差了10几年了，没事。我毫不犹豫说：“我说我会爱你。”他说：“那如果我大爷？”我说：“你等一下，没有人这么问问题。如果我爸和我大爷，还有你妈和你大姨同时掉水里，你救谁？谁会这么问问题？如果有人这么问问题，我当时就会说：我救你大爷。”
我第一次到他们家吃饭，我感受到了一点压力。一个中年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进去说叔叔好，我点头往里走，坐在他旁边。他这时候摩挲自己那个纹身，问我：“小伙儿，害怕呀？”我没有想过，我进岳父家的第一句话会奔问到问题是害怕呀。我感觉自己像进土匪窝一样，感觉他下一句话就要问我脸怎么红了，我说精神焕发。怎么又黄了？我防冷涂的蜡。但那天我当时反应还是挺快的，我说没有，我说美丽图画身上纹，非常适合老丈人。我当时觉得自己接的特别幽默，他直接说5个字儿，我是他大哥。他那个形象那个气质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血缘上的大哥还是道上的大哥。到中午的时候，他爸爸回来了，他爸爸跟他大哥完全不一样，他爸那个形象气质，离远看你就感觉这个人是明显那种阿人贩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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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。我吃饭时候我不抬头，我右边坐着他爸爸，左边坐着他大哥，我就低头吃我自己的。他爸挺关心我说怎么小伙，脑袋疼啊？我说可能有点头疼。他说没事我给你摁。他爸爸过来帮我揉太阳穴，越揉越难受，越揉越难受。他爸给我揉太阳穴，这么揉。这心里难受。看我不怎么动筷子，他爸还劝我说：“小伙，你吃点儿，吃点儿，你别在我家一口东西不吃。你一会儿你说你自己饿着肚子，你再下楼自己吃碗面条，你挺没意思的啊。”我当时听完，我心想他爸真不了解我，我上楼之前吃过面条了。这2年跟我岳父相处下来，我岳父还是很好的，他挺幽默，他是那种标准的东北场面人。逢年过节亲戚都来了，他会喊我：“大齐桌上鱼看见了吗？一会儿加一条，扔院里，给外面小猫吃，让小猫也过个年。”茅台倒一盅扔院里给小猫喝。我坐饭桌有点听懵了，我说：“爸，要不我再跟小猫拿200块钱？”太要面了。婚后我才知道，我岳父真是个裁缝。之前就是怕我欺负他姑娘，跟他哥一起装社会吓唬我。但我现在非常感激我岳父，是因为我岳父现在在上海陪我沪漂，他帮我带孩子。老年人啊，60、70岁到一个上海那种城市陪你沪漂，他好多不适应啊。外滩遛弯，自己进了一西餐厅，全是外国人服务员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看不见，点菜他都费劲。老外在说 "Excuse me"， 我这说一大堆英语，我岳父对菜单憋了半天，憋一句："Hey Siri"。前2年过生日，我带他去那个海什么捞。我知道人不让提，我特意的。重新接一下啊，那天那服务员确实挺好，很热情啊。他过生日嘛，给他当时那会儿跳什么科目3，又甩面条，老头挺高兴。直接从包里拿500块钱给服务员。人说先生，我们这块不让收这个，说孩子没事拿着。说先生，我们这块真不让收，孩子没事你拿着拿着。我姑爷，东北看小猫给200。人说先生不是钱多钱少，我们这块不让收这，说孩子没事你拿着。你要实在过意不去啊，你不行再给叔来点别的服务呢。一句话给服务员说懵了，上门口给他做了个美甲。这2年我就观察我岳父，为什么他有时候愿意出去跟服务员聊天逗乐？我发现他有点孤独了。老年人在上海那个城市，他是交不到自己的好朋友的。他自己公园遛弯，遇见有的老头能简单寒暄2句，有的老头说话还有点瞧不起人的意思。前2天有2个说话我都听见，一个说：“老陈，平时在上海这边适不适应啊？有没有什么爱好啊？”我岳父没说话，旁边那一老头特欠说：“老陈来了肯定不适应，东北那边爱好好像就什么秧歌、2人转什么的。”他有点变相说我岳父土。我岳父听出来了，他就微笑，在这块表现很绅士。我岳父说：“爱好啊，爱好现在喜欢玩点摄影。”老头：“哎呦，老陈，平时你还玩摄影？你玩什么摄影啊？”含沙射影。
讲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。太棒了！比昨天还棒！哇！谢谢。大吉！大齐这太棒了，前面铺的啊，哇，太酷了！从此以后没有办法直视阿拉伯人这个词了。阿基米德，阿拉小海里。都是长阿人。不能再啊了，然后那个再啊会儿吗？会发了。阿奇玛，然后那个阿僧啊，然后那个不是。您倒劝劝自个儿啊！您说这话往心里去呀！党委，对吧？哎，我觉得这个里头太深，因为你最开始说那阿跟沙的时候，我们还说这个没必要啊，后边的层层递进，哇，太精彩了，真的好棒，超级的精妙。对，它节奏非常稳，就能靠这么娓娓道来的这种语态，然后让大家这么笑，真的很难得。很厉害，而且他今天在台上的状态，我感觉有那种瞬间，你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去平时开放麦的那种稍大一点场子那种酒吧。对，我现在就是做这个脱口秀酒吧的，在北京干杯。啊，已经做到了3个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这黄了。怪不得今天做造型的时候说给他来点稍微就是活泼一点的，他说不，我就得这个造型。我说哦，一下听了就明白了。而且我觉得特别奇妙的是，因为他长得很凶，然后他讲一个他被吓成那样的段子，就让人觉得他特别的可怜。我刚才没摁这个，我怕我说这上面这玩意儿再给他 PTSD 了，4个人都朝着他这样，一会儿他投降。其实我岳父这个人是他微笑起来就很面善，他要把脸绷在那儿的时候，他就很严肃很吓人。他长得挺像于谦的。难以想象，于老师做错了什么呀？你岳父听过这个段子吗？我从来不讲，岳父只要来了的话，我就换段子。但是今天岳父来了吗？你看谁来没有？没有，不能带他来，他有他的，他带孩子呢，他还得。哦，其实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小鹿姐结婚了，对不对？大老师结婚了啊，对，那你们见对方家长吗？见。什么意思？都躲着，说家长进人家以后都这么进去吗？我提一个问题，给我提成这样。第一次见的时候会紧张吗？我第一回，因为我很少喝酒，真的很少喝酒。然后呢，但是陪我岳父得喝一点，他想喝。然后呢，喝完一点就感觉特别难受。然后我就去那个厕所，赶紧吐完了之后，然后擦嘴，擦特别好，擦到脸上。我刚一出来，我岳父说：“你是不是吐了？”我说什么？我没有啊。他说：“你看你鞋。”哎呦，擦的身上特别干净，没看鞋。你看这鞋。当时不是洞洞鞋吧？洞洞鞋那也还有。哎呀，露丝，你现在是因为哪个反应过来是吗？洞洞鞋吗？哦，然后我也能说及时笑的梗。不是，我刚刚想的是大块的露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嚼碎了漏的。不是，得看大老师那天消化的。哎呦喂，您啊也少录这样节目，成长太快了，太厉害了。好嘞，感谢我们的大千，厉害！我太喜欢大齐这个包袱，他比如说阿跟沙。然后就这么点破玩意儿，最开始以为是说的有问题，然后但后边其实他一直在用这个当底儿一直推，就是他不是直接出的，他又会让你觉得听完之后也非常爆笑，之后但是回去会想，哎，这人就有点意思。大齐，我觉得前途无量，哎，大齐，最近大家都在交换烂梗，你有没有好玩的？咱俩交换一下。那我找一个，我妈现在眼神不行了，穿针都穿不过去了。每次我爸帮她穿针，她都笑得特别高兴。为什么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认真的男人最有魅力。
哥们儿，你这太烂了，我给你来一个吧啊！小的时候，我爸总是不回家，我爸总是喝酒，我爸总是打我。你知道我把这记下来算什么？算原生家庭创伤，算霸总文学。你这才烂呢！哎，我这儿有一个含金量特别高的梗啊。为什么闲鱼的卖家说话都很大声？为什么？因为卖掉了，说话就得大声。哟，你这个好，我得拍下来挂在闲鱼上赚钱回博学。不是，闲鱼上梗也能卖？神奇的闲鱼上啥都能买，你看，有卖野生奥特曼，有卖树叶鸡蛋壳，还有卖各种技能，哎，卖关子。你这么棒的梗，拍上去就有人买。哎，你看，被直拍下秒了吧？真被拍了。小鹿爱吃草莓，你这不会是鹿姐拍的吧？跟咸鱼一样有神奇的眼光，能 get 到我的梗。下一位朋友，哇塞，人如其名，你们可得好好看看，你们可得好好看看，他的名字叫做张美男。我叫美男，不是美男。最早是从大学开始做酒店行业，从2022年开始讲脱口秀，自己经营一家小俱乐部，现在全职在干这个。我很好奇他为啥能来。你跟老板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相处模式啊？就是哥哥和弟弟，就是我不舔他。别紧张，好好整啊！得嘞，兄弟。我现在给那掌整成啥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不正中间吗？靠左边，最这边的这个男的，你只要瞅对他就鼓掌。最左边吗？对。让我们有请张美男。哎呀，这范儿可以啊！哎呀，你有这上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美男，欢迎你们。谢谢各位，叫美男啊。哈哈哈哈。诈骗什么意思？现在都不是问你为什么叫美男了，问我凭什么叫美男。我也问我家里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字，家里说是找那个算卦的给我算的。真名算的不准，所以说不要相信那些算卦的算命的啊。我之前也碰到一个算卦的，那个算卦的手里举着一个大牌子，上边写着10块钱，不用说话就能知道你姓什么。有人见过吗？有。我说这也太神奇了啊，他能知道我姓什么。我就给了他10块钱，他就拿出2张纸啊给我来回看，最后真的算出来我姓张了。到今天我都没有想明白，为什么我要花10块钱知道自己姓张。后来我朋友跟我说，你一开始给他微信付款是吧，就显示你姓什么。哎呦，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，我平时会发一些旅游的攻略，有用啊。前一阵子去了一趟南昌，有人去过吗？去过哈，有个景点叫滕王阁，如果你会背诵滕王阁序的话，可以免门票。我当时还想，你说当年高考刺激我都没有背过，有可能会因为明天那50块钱门票去背吗？太会了。因为你如果今天晚上背过的话，明天就能省50，你都是给自己学的呀。我听说背诵免门票，当天晚上就失眠了，睡不着。我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背过，背到第2遍就睡着了，太好睡了呀。说什么年轻人现在都容易失眠是吗？你看书啊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啊，书中自有褪黑素。虽然没有背过，但我第2天我还是去了啊。我想试一下，万一背过呢？刚到景区，把身份证给了那个工作人员，我说你好啊，豫章故郡洪都新府。他说停。我说哎。什么意思？玩不起是不是？不是说背诵可以免门票吗？他说是，背诵呢可以免门票，但是你得去背诵点
这里是售票处。不是光我自己走错了，我往外面走的时候，在那个排队的队伍的末端有个大哥也站那儿背呢，但是我没有告诉他。我看他拿个手机在那背什么庆历4年春呢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，乃重修岳阳楼。我就知道完了，告诉他来不及了。我自己去了背诵点了，有人去过吗？有。它挺远的啊，但是你很远就能听见这个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啊，声声刺耳的，背什么的都有。它一共有2层，1层是那种成年人背诵的地方。你会发现啊，整个1层没有年轻人会背。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有会背的吗？没有吧？哎，有，我这个看看。那也不让你背。我讲了快10分钟了，让你装一下子。就没有。我发现一个大爷年龄非常大了，我说大爷，你会背吗？大爷说，我会默写。我说那你可太棒了呀。大爷说是，我不像年轻人呐，不懂得珍惜，天天就知道玩。我说哎，大爷，我用你教育我了吗？但是这个2层就不一样了呀，2层啊是那种小朋友背诵的地方，就是未成年。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可以背过的话，可以免2个家长的门票。这个政策可太厉害了呀！有哪个家长能放过自己的孩子呀？我一上2楼啊，在那个楼梯口看一个家长对他孩子说：“这个地方是接乎，不是栽乎。”我说：“你会你上啊，你难为那个孩子干什么呢？”而且我去问了一下那个孩子，才不到6岁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概念啊？一个不到6岁的孩子，哪怕他1个字儿不会背，他也能够免门票进去。刚才那个大爷他也能进去。他们本来就免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证明自己会背。我想了半天，我说可能是政策的问题。你想1个孩子背过，免2个大人的门票，我就在那儿等。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，不是我自己这样想，1楼没有背过年轻人，全到2楼找孩子去了。你们有看一个电视剧叫《情深雨蒙蒙》吗？里边叫可云的，有印象吗？你上2楼去看，全都跟可云一样。一上楼，呵呵，我的孩子呢？哎，后来真的让我抓到一个啊，一个小男孩自己去的，11岁，上去没有5分钟就背完出来了。我说，哎，兄弟，我说你能带我进去吗？他说要100块钱。好，掌声送上给我们男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有造型啊，我有造型。你有造型？时尚美男，时尚花美男。各位，请看。啊！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因为他今天进造型室的那个诉求就是他觉得他发际线有点高，我就给他整个刘海儿。哎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但是为什么没有这样上来？他们说这有点像制片人上来了。给制片人老师一个特写。哪儿呢？没带啊？啊，在导播间，导播间需要有一台机位。哇塞，这个样子不模仿刘欢也是糟践了啊！然后还有了，但是他长得太像咸鱼了啊！还真是，没事，不重要。重要是在于刚才那位老师，刚才举手那位想装一装的同学，展示一下呗。
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，兴奋义诊，地接衡庐，金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金而引瓯越，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墟，人杰地灵，徐如下，陈蕃之榻。雄州雾列，俊采星驰，台隍枕夷夏之交，宾主尽东南之美，都督阎公之雅望，齐己遥临，欲闻新州之义范，詹维赞助，詹维赞助。詹维是谁？张维是谁？厉害！题目他背的对吗？对呀，没人知道啊，应该对吧？因为全场只有一个人他会背。哇，这个背这事儿太厉害了！哇塞，张美男，你们家本身就给你真的就是起的这名儿。真名就叫美男，确实有点为所欲为了。我也说过很多次，我说为什么取名时候不跟我商量一下？那爸爸叫什么？张美人吗？妈妈张美女。这家人。美男现在这个发型就很匹配他曾经的身价啊！哦，美男曾经身价过亿。原来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做了一家连锁酒店品牌。对，然后当时全国有40多家店。哇！当然我们融资是融了4轮，一共融了3亿多一点。哇！哎，你说完这一段之后，感觉这个美男这个名字越来越配他了哈，就是真不愧是真名儿。对，容光焕发的。然后到22年就破产了嘛。不配了，名儿一般了。对，后来我自己做来俱乐部又挣了点儿，这名儿又配了。哎，现在您这俱乐部还有特别多的知名演员啊？现在最知名的可能包可爱知名一些。昨天成绩特别好，昨天下台之后让我给他拿水，让他背《滕王阁序》。他练格斗的，我也不太敢惹。但是现在俱乐部还能挣钱，还是说明经营还是有一些方法。对，人家有自个儿的招数。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做酒店的时候，大家说酒店成功有3个关键点，就是位置和位置。谁跟你说是个结巴跟你聊的吗？走了。说最重要就是你位置。然后他总结3点。您说这人多听劝了。对，那个人可能就说了1遍。太冒犯了。您听进去了，然后所以说做的还不错，恭喜您，恭喜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又不是地上根本就没有男的。老板反映说，到场上发现第一排第3个不是他。不是他没记住。又不是地上根本就没有男的。我说的是第一排最左边内行的那个最靠右边的这个人。这里是售票处。我讲了快10分钟了，让你装一下子。吴鼎，我已经做完造型了。哎呦，那我也来搭配一下吧。露丝老师，我觉得我这个穿搭缺一个点睛之笔。是的，因为你现在整个注意力都在这个黄色鸭子上。我给你换一个注意力的焦点，那就是咸鱼了。哎，好，这个衣服上的小咸鱼啊，简直是神来之笔，我太喜欢了。听说用咸鱼拍张照，挂上去啥都能卖，我要把今天的造型挂上去。这你得感谢神奇的咸鱼，也是让你吃上穿搭博主的饭了。太好了，那露丝老师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好嘞，那么下面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演员啦。兄弟，这么多年挺不容易，对吧？兄弟，我给你找个好地儿，咱们来一会儿。我把你送到这儿。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！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 ，OK 吗？谢谢。搞的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嘛。加油，吴鼎！有请吴鼎。哎，大家好啊，很开心啊，最后一个了，怎么样？累不累？朋友们累不累？累啊！现在属于是张艺兴老师来了，累啊！这是大张伟给我设计的开场段子，这是他给我设计的开场段子。栽赃不是这段，我说我不讲，他说这累。
他还给我设计了一个太羞耻了，我说我都不太好意思讲啊。讲一下啊，他说你就这么讲说，大家好，我叫吴鼎，我就不能在天黑的时候演，因为天黑会犯错，吴鼎会着火，然后真好使啊！屋顶会着火，屋顶会着火。来，演，我还是不懂喜剧啊，好吧。OK， 开始最后的幽默啊。咱们深夜了，聊点成人话题好不好？好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稍微尺度大一点好不好？不要紧张，聊点成人话题。租房，太刺激了，我告诉你，租房。哎，你们在长沙租房吗？哎，想租个好房子真的挺难的。我刚去杭州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大城市，我想我咬咬牙租一个比较中心的房子，我过点这种都市时尚生活。我住了没几天，我发现我们小区楼下有人办白事儿，办白事，跟我老家农村那种一模一样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，就有人去世了，然后找一堆乐队在那儿表演，在那儿唱歌念经，家人站底下看他们唱歌念经。我说这跟 live house 有什么区别？啊，你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个人没有 live。地狱小王，你差不多行了。早晨8点唱到晚上12点，哪个乐队这么能演？我当时我妈来杭州看我都乐了，说妈，来南方给人家守灵来了啊！大孝子啊，很难受，而且他不通知住户，大家说每天早上就跟开盲盒一样。你不知道哪天早晨一觉醒来，一出家门，4个法师站你脸上。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脑子反应不过来，我说死了。我说大城市生活节奏是快啊，刚搬来1个月就死了，难怪人家说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我刚去杭州的时候，那个公司老板还给我画饼，说大城市机会多，你只要努力就能实现你的愿望。我以前不相信，我那天站那个门口我信了，因为我前天睡前确实许了个愿，我说这个狗班上的我不活了。就偶尔一次咱们忍忍就算了，你1个月办3场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啊？3场连着办。我头一次看见办白事翻台的，那个灵堂不拆，和尚也不走，换家人们。跟直播间似的，走一波家人们，来一波家人们，全是家人们，很难受的。就是我这个人，我不是毛病多，我能理解生老病死，理解一下，但是我就担心我的精神状态。因为人都有个毛病啊，叫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。就是我突然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发现我开始无意识的哼歌。你走着走，你开始每天不洗澡也觉得自己很干净啊。最难熬就是第7天，第7天就开始就烧纸，我就在那看，我看到后半夜我都害怕，我感觉烧那个数量能把人赎回来。最好了，太多了，我就怕看到后半夜那个火腾一冒，老头走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他们说交够数了。不信吗？哎呦妈呀！你们没有办法解决，你很难解决，因为这种事情确实你要尊重人家一下，也没有人敢很严厉的驱逐。我去跟他们聊过，我说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咱们我就是能不能就是照顾一下，他们就态度很好，就是道歉也不解决。他说那个小施主啊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这样，他说完从那个放贡品的桌上拿着瓶饮料，说你喝瓶饮料来了。我说这个我就不喝了。他说哎拿着吧拿着吧，这都没人喝过。
我说咱也不是怕人喝，他说你拿着吧，你别不好意思，这个外面买不着。零糖饮料喝过吗？零糖零卡更健康，对吧？哎呦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屋顶这必须得改，哎，屋顶，哇，屋顶，厉害，厉害！谢谢大老师啊，这太幽默了。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屋顶，他是平时还能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他是桌游店老板。对，哇，大声说出你桌游吧的名字。我们的桌游店叫杭州开局桌游啊，然后店里有翟佳宁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的冠军奖杯展览啊。哇，好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俩都在一起了？因为我们关系很好。我说我开店，你随点什么？他说我把冠军奖杯给你。但是那个奖杯已经被这个来玩的朋友摔得差不多了啊！那么恨翟佳宁，同行的恨呐。然后他现在已经不能碰了，一碰就碎，我们就给他放顶上了，给老宅子供起来了。可以，您这故事都够阴的。咱家主打这个灵异脱口秀这一块的。哇，我只是听说过以前那个故事，就是拿起电话一直摁那个数字0，摁到第100次的时候，数字0就会坏掉。啊，对，那也该坏了，也该坏了。我现在不会再认真听他说的话了，我一定会想下一句是什么。哦，我还在很认真的听。好嘞，咱们就是感谢咱们的屋顶演出，谢谢。屋顶真的特别有经验，他最后一个上，观众那时候真的很疲惫了，然后他先上来和观众先玩了一下，把观众的注意力抓过来，然后再去讲，所以说他最后那个底收的已经很好。我觉得今天应该不至于露宿街头。今天呢，确实都很精彩，包括前面像二狗的演出啊。二狗是谁？二狗是谁？二狗。二狗就是303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是303。不好意思啊。那么各位亲爱的老板们啊，我们演出就到这里了，又到了您行使您老板权利的时刻了。拿起您笑发财的店卡，觉得新人够好够炸的，就给我们这个5星好评啊！如果觉得还差点意思呢，就把您的具体想法写下来，越详细越好。我们的节目呢，联合了微博综艺，发起了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的民间段子手2创活动，即日起。微博关注优酷综艺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官方账号，带话题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民间段子，加入2创大赛就有机会被我们随机翻牌，更有机会来到现场一起快乐。下一个神段的手就是你啦！愿会手下留情，给我们多评高分，让我们一起能够睡个好觉，不要露宿街头。感谢你们啦！谢谢各位演员们，谢谢。谁在做饭？哼，鼻子很灵啊！哇，好香啊！没想到周老板你不仅段子说得好，做面也是厉害。享受美食啊，和讲段子一样，要精准对位，段子纯粹，观众才买账。就像这瓶长康纯芝麻油，100%纯粹，才能100%对位。那以后我也试试，给段子增香。整场演出肯定是非常满意的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炸的点。今天的这个表现稍微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柳3变，没想到他现场可以这么炸，每一句出来大家都很有反应。吴鼎进入到他的节奏里之后，就是一直笑点就轰不停。张美楠她就是节奏是很自如，耳目一新的应该就是大起义，所有人都完全被他带入到他营造那个场景当中。张两些什么感觉？哼，这玩意儿不可能比之前差呀。大鹏哥，你今天真好，是我看过的里面最好的。谢谢你，我很满意。我这场演出比我们第1场效果还好。有请我们的鱼头人来送上观众的评论。这不就是张美楠拿上来了吗？太像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谢谢，好。
意见卡已经在我们手里了。是的。今天啊，我们这个意见卡怪不着我们天一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您没上场，哎，然后，不是天一，谁在这儿呢？我没上场，别把我忘了，大老师。肌肉记忆骂人呢，已经傻了，对不对啊？好嘞，行，我们先说一个这个好评吧。啊，得嘞啊，这个必须5星，特别开心，他说笑到肚子疼，没想到露丝这么有梗。哎，今天超级有梗，超级有梗，超级棒。你们对我好善良啊！不是，是真的，真的，你成长超快。露丝今天放飞的非常飞，真的假的？接了很多很抽象的话。然后呢？超级棒。对啊，今天。你们姐妹这个。像那个老师在上课，然后一直在旁边蛐蛐，根本不管到。粉笔就要扔了啊！然后呢，好嘞，那么期待再次看见露丝，太爱看了，希望您多来。我们也希望，我们也希望。常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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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常驻。我先读个差评啊，这2星啊。中间的比较平，现场气氛有点吊不起来，看困了。哎呦，尾也，他说开头尾不错。我这边也有一个2星的差评。哎呦，他说今天的段子没有生活感，一听就是为梗而梗。还没生火，他那门口都生火了。对呀，阿仁，你看这多生活。谁的生活呀？不是我的生活。我觉得观众有的时候会那种，就你经历的事儿太离奇了，他就会觉得是假的。没产生共鸣。多少以下？多少以下是露宿？70以下。昨天没有什么2星，但是。我还可以读一个好评，这是5颗星，5星，朋友们。嘉宾老师的氛围很搭，让现场效果 up。哎，演员朋友的节奏很好，很沉浸。祝节目大爆！听说刘洋教主的身心俱疲专场全国巡演中，没有，没有这句吗？啊，我以为写了。好，还有一个5星，说大盆超级有意思，哇哦！第一次笑这么大声，喜欢。谢谢长沙的观众，长沙观众太好了。裴哥可有，我这边也有，整体演出特别精彩，很有趣，全程笑得我脸痛。不能一顿夸，然后睡街上了吧？我觉得不至于，我觉得今儿不至于，真不至于。哎，我这里有一个有点吓人，1星的啊，不会吧？这位观众说：“为什么没有女演员？”这个确实了，这个我们得认。哎，是真正的就是在脱口秀里面女演员会少一些吗？现在越来越多，但相对多了，我觉得确实相对还是少一些。4、6吧，差不多。4、6，但真心希望，对，应该更多人。而且咱们现场观众其实女生也多，然后共情的点会更多一些。对。咱们现在就要揭晓咱们的最终结果了。4星以上到70%才可以睡家里。今天晚上会不会露宿街头？有点不乐观。我感觉就是应该是把所有的差评都已经找到了。对，我感觉整体氛围好。这么说吧，咱们有8。78。80吧，8%。我找个班上吧，你这样我看你吧。那么本场的满意度它是什么呢？68%。只差2%啊！露宿街头了。今天下雨。他是不是把百分号写前面了？对呀。百分号写前面，89。又找我。出去！来了。
大将军进来了。我们的露宿街头已经来了。我是感觉啊，好久，哎，怎么说呢，想教主。这时候想起我了，小鹿，你不想教主吗？一起去露营吧。咱仨多久没一起住一块了？露营啊，从来也没有住在一块儿啊。但我想问，我可以露宿街头，但露丝也要露宿街头吗？露丝从来不用露宿街头，因为露丝是捧场大嘉宾，因为今天他没演。你笑什么？你也得去啊！你去了能好，这个地方能睡2个人。我只是一个飞行家，太幸运了。哎，你背上这个伞包是飞行的。你飞行，你到哪一套？到哪一套？飞稳一点啊！大礼包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哎，你把你巡演的海报做成这个。对，来一张。也太身心俱疲了。来吧，各位少年们，走起来！拜拜！别走啊！别走！别走啊！别走！我第一次认识什么叫欢送。好日子，你家里是个空房房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哎，我天！好冷啊！我的天哪！不是最近长沙最冷的一天吗？今天都哈白气，你看，是不是哈出白霜？也太冷了。哎，就在这儿搭不就完了吗？因为咱们这已经算是街头了吧？是不是？没有底儿没棚，怎么就算？有道理。而且那儿直接进去就是厕所呀。哦，哎，对呀，而且这还是在桥底下，这个还挺好。哦，还能遮点雨，完美。那就这儿，这生活条件可以了，来吧。那咱们这帐篷能通铺吗？就是把它连在一起，变成廉租房那种感觉。廉租房，这么个廉租？通着对。哎，朋友们，咱们把帐篷搭好一点，他们露宿的时候直接用就好了。啊，我们为他们着想。我飞行嘉宾，我管那么多。二狗是这样的，以后他们露宿的时候你就必须来。对，我在这看门，我在这。哎，小灯。哎，你上哪搞的？里啊都有啊。哦，哎，这儿搭点灯，仿佛有一种浪漫的感觉。哎，对啊。哦，这还行，这应该是保温的。这是个桌子。哦，嚯，3室一厅啊，咱这个。这个不会是个风筝吧？就是跑起来之后，它就跟着你越来越大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就牙刷。这都没地方接水，在刷牙。你怎么在刷牙呀？哎，怎么你哪来的水呀？你刷牙呀？我带水了，吃喝拉撒水我都带了。你不好好刷牙，你的牙早晚得漏窟窿，得杀神经。那玩意儿不但又花钱，而且呢你还受罪。其次，我第一个反应多吃点儿。本场的满意度是68%。这个好，我们先吃，吃完再要。太讲究了。哎，你看看这个已经，哎呦，睡着了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脱口秀天花板掉地上了。对，天花板，怎么睡地面了？天花板。因为我就奉行一种极简主义原则，能少动，那个包里的东西就少动。发现确实有点动头。不是，这弄个灯吧，别走过踩着你。没事，我会喊疼。不是，周老板，我给你搭一个，我不忍心你睡外边。它像一个菜，咱俩给它罩上。你防苍蝇的。对，你这样就变成魔术了。哎啊，周奇墨，我整没了。真挺温馨的，行业从来没这么团结过。
我上2天这个节目，其实我会觉得非常开心，因为我算低能量人群，就是我能从你们的情绪里面，你吸取了能量。对，我会有能量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开心。然后，而且我会觉得我听到了因为我前段时间去卖小吃摊儿，我就是想要听各自各样的人的生活和故事。我会觉得脱口秀演员有点像我们的嘴替，是的，就是说出很多不同的人的心声，跟他在那一刻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？可是当脱口秀演员说出来那一刻，他会觉得说原来这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，对，所以其实，在那一刻我觉得就是共鸣，很重要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哦，好冷啊！好惨啊！哎，还挺开心的，搁那笑呢。哎，不是，他没说露宿街头是睡的意思吗？哇，嘎嘎乐！咱们查一查露宿的标准定义是什么？大老师才定义呀，我得睡一觉了。不是，咱在屋里查呀。你看看，哎，露丝来探班了。我给你们带那个保暖衣啥的。哇，感谢感谢！你带手机了吗，露丝？想报警还是？来吧。谢谢露丝，太善良了。火炉。吹还能着还是咋？为爱发电。流行的一种游戏。爱。哎呦，有点温度啊！是不是已经疯了？你们已经，我现在出来看你们精神状态，我就不对劲儿。低温会让人丧失高能。有没有说明书？啊，有说明书，老师们。谢谢露丝，谢谢露丝送的温暖。哇！还有这个呢，还能喝点热水啥的。烧水，烧水，烧水。暖宝宝。谢谢，谢谢。这个你快点。好。按今天表演来讲，我觉得其实比昨天还要好。然后我就会觉得有没有可能出来露宿的直接送到最舒服的酒店？什么？什么？等会儿我没听懂。什么天使发言？这是？这才是最厉害的凡尔赛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就不用太把压力给到观众了。比昨天好，是不是您感觉？我觉得比昨天好。那让昨天的他们来露宿不就？昨天也有我呀。那你不动了？那我就常住这个地方，有演出我就进去演，演完我回来歇着。反正我觉得今天真的挺好的。谢谢露丝，谢谢露丝送的温暖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告诉俺妈，俺不是孬种。行，走了。来吧，所有兄弟们，咱们入睡了。我们不好笑，已经在露宿街头了。接下来的飞行嘉宾，不管你是谁，跑啊，跑啊，跑啊，跑！翟老师，今天我们挑战失败了。那走吧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这景色不错，远离了尘世的喧嚣，远离了名与利的争夺。此时此刻，来到了恬静的西海岸，听着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，不禁就想睡一觉。如果有一天我真露宿街头了，我一定会回到这椅子上睡觉。我是为什么会露宿街头？是因为他们失败了，是吧？对。失败的好啊！他们不知道在这儿多得劲儿啊！海浪的声音，海鸥翅膀扇动的声音，还有美国本土音乐的陪伴。怎么又录上贝尔了？躲也躲不过去。我得意的笑，
得意的笑，笑到红尘人不老。哎呀，什么脱口秀，什么舞台，什么名啊利呀，在一阵阵海浪当中都洗发没有了。Good night， 希望鸟别往身上拉屎。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？打开大麦 APP 搜索“不好笑就露宿街头”，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，关注你喜欢的演员，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，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。让我们有请本场幕后总策划大宅，还有他的必胜法宝郭碧婷。您为什么一直朝这边？因为是喜欢向左，对不对啊？有称差的评价才是真正的这种脱口秀是会怎么样？翟先生，该您张嘴的时候到了。长得好看是好，是你的一打。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。翟亚宁突然 get 到你的魅力了，我再也不骂你了，宝宝。不管再硬，也没有跟贾宁的关系硬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拉布布吗？不是不是，这是我自己生产的小娃娃。哎，你们觉不觉得向佐这个名起的，像是在交通岗出生的？向佐，别不好笑露宿街头，咱们就叫不好笑就睡总统套房。西西。我哮喘。哎呦，你真假的呀？不喘。哎呦，我吓我一跳，别死我边上。眼睛闭上了，真的是。哎呀。嗨哟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宿街头也要笑。当然，今天在现场呢，依然是没有上场的嘉宾。为什么老是不叫我上去啊？女演员都留下来吃果盘了。呸！我们要的是公平，我们要的是展现，我们要的是上桌。这水果我自己能买。飞行嘉宾飞去露宿了，我们送一句祝福给他们吧。干得非常好了，别介意这种结果，无所谓，无所谓啊。哎，不是，没有心啊，其实。哎呀，谁没得吃？你怎么这样？不好笑就露宿街头，每周6中午12点更新。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，VIP 每周6、周日分天更新，非会员次周2、周3 12点免费观看。SVIP 用户每周日加享衍生、嘉宾精编、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。每周日中午12点 ，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，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。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微播精彩花絮等你来看。朋友们一起走走。上起往上起的下的自己，到不这儿，到不这儿，到来我没关系。你从这儿往这边上，往这边厉害厉害就不见。不想就要不想就别跟自己较劲，我爱自己，要爱自己，我要爱我自己。这个世界美得要命，一生就睡在情愿不自信。我说好的呀的呀，好的呀的呀，真的好的呀的呀，好的呀的呀，是好的呀的呀，好的呀的呀，聪明。来找一起，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什么能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什么能伤害我。我不在乎。
关注新浪娱乐，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上微博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民间段子手，参与二创大赛即有机会获得官微或选手翻牌、现场录制门票等相关福利哦。上微博搜索笑街不打烊营业局，跟选手一起畅聊现场录制趣事。